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呢来跟大家讲一讲上次支书建议我们建民宿的这个问题。就是我也看到了很多朋友给我们的建议，就是说建民宿不太现实嘛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确实是不适合建民宿。我们之前呢选择在山里住啊，也是因为我们两个共同的爱好，还有和小琴他们离得近一点，就单纯的喜欢在农村里面的生活，还有一个自己的房子。这样的话也算是自己独立嘛，独立生活出来，而且也是没有其他人的打扰嘛。然后上次村支书他就上来跟我们说关于建民宿的事情，他说我们整个房子和房子周围这些环境，你改善的时候都可以围绕着乡村主题来改造。就是这些呀，都保持着原始的风格，用石头砌啊，就是用这种风化石、火砖、石头来砌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想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走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们的话，单纯是因为我们自己喜欢在村里面生活，就是像这种田园生活嘛，无忧无虑的这种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自己租一块田，想种什么种什么，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。因为我们对于开民宿来说呢，也没有特别大的那个想法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不感兴趣。怎么说呢？因为虽然我们这个地方它是单独的一个，就是不像他们那样前面有后面有，我们这个小院是完全独立的，可以独立出来了。支书就说我们这个小院很适合用来做民宿，但是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小院存在的弊端呢，做民宿就是地方太小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一般我们出去看到的那些民宿呢，人家做的都是，有露营区、烧烤区，还有花园，那个地是很大的那种地方，不像我们就是这一个老房子，它的占地面积比较大，其他的你看这些完全都不太适合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你种什么蔬菜呀，其他的那种农庄里面、民宿里面，它都有一个专门的蔬菜区，就是你去露营的时候，去住民宿的时候，你都可以有专用的厨房可以做菜。但是我们这里呢就没有，而且还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卫浴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以前那些外面的那种民宿，人家都是独立卫浴的，每一个房间都有独立卫浴，而我们现在200平的老房子，一个卫浴都没有，还没有卫生间，对不对？如果要开民宿的话，卫生间可能这一个房子就要投入4、5个卫生间。你说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怎么去做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确实是。所以先不说我们一直没有这种想法，其次呢，这个面积太小，还有呢，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还需要完善的东西很多很多很多。你单纯要打造民宿的话，我们这儿的条件根本就不具备，是不是？对，而且再有一个呢，就是大家所说的，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特色，对不对？确实。如果是想发展后续那些樱花呀，或者是发展产业呀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提供吃嘛，是不是？那些来我们可以做一些，比如说卖小吃啊那种。但是民宿的话，我们这里真的是不太适合呀。而且现在的话也没有什么，特别的那种产业，像支书说的那个樱花村呐、李子基地啊，现在都还没有发展起来，是不是？对，还有最大的一个原因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资金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平时人家开的那种民宿嘛，都是有老板投资呀，或者是老板个人的资金很雄厚。但是我们呢，你看我们从买房子到现在，改造的这周围的环境啊，或者是这些东西，全部都是靠我们2个人的双手改造出来的。而且一般呢，都是用现有的材料去做出来了，比如说我们那些火砖呀，那些。除非是必要买的东西，就是我们打地坪需要买那个沙子，还有水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去买那些必要的东西。你看这些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双手弄出来的，就我们双手弄出来的，改造成我们自己心中的模样呢，就是我们自己喜欢的。你如果要去做那种民宿风格的话，就要符合大众的喜欢，对不对？对，这肯定是要随大流的风格，是不是？对呀。民宿它的功能分区是，怎么说呢？非常好的。我们这儿，太单薄了，是不是？还是算了吧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根本也没有这种想法。
对，所以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别人的建议嘛，我们做得到的，我们能接受的，我们就接受，对不对？接受不了的呢，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造这个老房子。对，毕竟如果你开民宿，后续的资金投入是很大的，一般有多少的能力做多少的事，对不对？确实是，一般民宿它都开在什么依山傍水，风景很好。还有那种比较著名的景区啊，有名胜古迹啊，这种地方它才长久。咱们这儿说实话，只有那个樱花基地啊，还有这种李子园儿，况且它还没有完善好呢，是不是？这个景点怎么说也名气也不是很大，而且离我们这儿也有一点距离，怎么可能嘛？你要发展民宿的话，对，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水。对，这块水资源。现在倒还好，如果是到那种干枯的那种天气的话，那个水资源就相当匮乏了。对，而且我们这里目前还没有接水过来，连我们自己的用水都是一个问题，更别说开什么民宿了，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确实是，是不是？我们自己用水都还得时不时的用提水泵去上面给它泵水上来用呢。对，而且我们这个房子目前也只够我们2个人住，对，有亲朋好友来都是住不下的，因为有好多地方都没有完善，而且这个环境也很苛刻，条件也不是很行。说实话，我要是投资方的话，我是不会看中这个地方的，是不是？也没有，根本就没有投资方嘛，对呀，都是靠我们自己嘛。对，资金方面，人力方面，还有其他的基础条件。设施也是靠我们自己去解决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开民宿还是不太现实。你只能说是，如果我们喜欢某种民宿的风格的话，我们这个房子可以根据那种风格去给它改造完善，仿造一下。对，仿造来我们自己住，自己享用，对，那还可以。对，其他的就是商用的话，开民宿的话，真的在这里很不现实。我们目前呢就没有这个想法，也没有这个打算，更没有这个能力去做改造民宿这件事情。也谢谢大家在评论区对我们进行一些建议。对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那个实力去建民宿，我们也能有多大的能力做多大的事，靠自己的双手把这个老房子慢慢的维修起来，维修成我们自己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就可以了。确实是，大家在评论区说的有些话其实很中肯。你比如说像在这种山林包围的这种小村子里面，那个蚊虫，是不是还有那种很小的那种咬人的虫子，叫猛虫，对，叮人很凶的。我们平时露个脚在外面都痒得要死，被叮的。你说在这个地方开那个民宿，如果客人来，这些怎么办？对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对，这还是其次。如果把周围这些打药的话，自己也养的有小动物，是不是？对呀。但是呢，你开民宿，客人来的话，你肯定是以客人为主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肯定要先想办法消除这些东西，特别是这山周围这些蛇虫蚂蚁呀，我们看着还好，人家别人来看着，随便一下，个精神损失费也不得了啊。对呀，这一个投诉，哎呀，你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蛇虫鼠蚁呀？这是什么民宿啊？所以我们还是想了想，没有这个必要，对不对？也没有这个想法，所以大家就放心好了。